好，这个朝野的斗争啊、争议啊，看起来短时间之内还不太会这个消减。譬如说，有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件事情，它的确从中央拿走了蛮多的钱，然后呢，3700多亿，对，3700多亿，然后所以它会影响到很多的这个原本中央应该要给的钱，可是它现在就变得没有钱。然后另外，我觉得国民党也蓝白也蛮厉害，就是它会分众，譬如说，它会针对军警的退休，这个部分我来进行修法。以后你们的退抚的这个比例就会提高，或者是说，对他们进行很多的分众，比如说老人福利法啊，60岁以上的老人你们就免缴健保了，好，年轻人帮你们缴，他这样子一群一群的讨好，看起来也是蛮有策略的。不过其实我们也有看到，他其实也阴沟里翻船嘛，好，也不是对老人福利法，也不是每一条。所以你还是要回过头来，社会，我觉得社会还是有一股理性的一个力量在。那即便是我刚刚讲过，即便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里面，他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公民其实是理性的。所以老人福利法就被挡下来了。老人福利法一样嘛，实际你刚刚在讲，如果今天国民党要硬干，对不对？他一样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多数暴力啊，他一样可以举人头啊，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所谓的老人福利法把它通过了。可是为什么蓝白老人福利法他不敢让它过？就是因为社会上反弹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怕什么？国民党还是怕什么？他怕选票嘛，他怕老百姓生气嘛，他怕掉选票之后2026他难选嘛，所以我跟你讲，他还是算计啦，对不对？所以刚刚一直在提到，民众大家要关心现在的事情，而且你要去发声。国民党自然他不敢乱搞，他可能不怕民进党啦，但是他怕社会公民。你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老人的福利法是一个，还有包括军人对不起，警察的这个退抚的这个所谓所得替代率要提到90%，对，要提到90%。这个也是会让整个财政破产。对，好，然后很简单，这个就是世代正义的问题。年轻的警察以后领不到钱。对，那你国民党还要这样干吗？那我警察我就赶快退休就好，因为我退休可以拿90%好赞。但是问题也不是每个警察都可以退呀，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跟矛盾，因为这个就是不正义啊，这个就是不正义的一个修法啊，所以国民党他要去得罪年轻或者说年轻世代的这个警察吗？如果他们觉得不在乎，反正他们没有年轻票啊，他们巩固老人票。那这个政党真的，对大家可以去评断他这个政党到底值不值得这个被认同跟支持嘛？还有提到刚刚所谓的包括像军人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民进党执政这8、9年其实是最照顾军人。过去国民党一直在讲说，哇，这个军人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其实现在并不是，因为现在年轻的军官、年轻的志愿役或者包括军人，其实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第二个是这8、9年来，民进党对于军人还有军人家庭眷属的一个照顾，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还有包括军人的一个福利的一个提升，甚至是包括营区。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军队里面的营区是烂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对，生活环境很差，像给流浪汉住的。对，像给乞丐住的地方。对。可是现在你去看军方的这个营舍营区，全部焕然一新。这个谁做的？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才做的。所以刚刚在讲，民进党是看得比较远，我们在做一个真的能够让国家可以壮大的一个事情。那国民党就是看眼前，这个近视短利，所谓的他会提很多，你刚刚自己在讲，对，他会提漏统的一个法案，对，他会提这个漏统的这个预算，然后去讨好某一块他想要讨好的这个群体，好，那但是刚刚提到的，如果老百姓很了解他现在在干什么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一定敢继续往下走。还有一条，我也趁这个机会讲，刚刚你提到的，包括像那个前阵子之前通过，所谓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稻米的那个公粮，对，公粮收购的这个事情，国民党也很快速把它弄过啊。对。可是现在农民反弹了，现在农民反弹，因为那个反而对大家是不利的，对，所以刚刚在讲的这个国民党如果机关算尽他不断的在提这种漏桶或者说包括这种的这种法案或者是预算的话，其实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有一天这个回力标也会反扑的。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是最新的媒体的民调啦，就是说政党的支持度，民进党就是一直都维持在第1名。但是另外一个美丽岛电子报就是说，总统的支持度，你刚刚有特别提到，满意度50%以上，就总统跟党中间有一大段的落差。过去在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落差，这也是这个很正常。对，可是这样子的状态就会导致说，选总统会赢，可是县市长选举会输，所以民进党在2022年就输掉了。倒不是这样子看因为政党的一个支持度从来没有过那个50%的啦。那如果你去看，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包括国民党，以前没有再过50%的啦。可是跟总统之间的差距很大，这个很正常啊。而且更何况你刚刚一直提到说，理性的公民看得出来，但是没有啊，国民党很高呢，国民党超高的33呢。那个其实都是基本盘啊。那个其实你看到的这个数字，基本上都是基本盘。那你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政党的支持度里面，其实除了3大党之外，其实还有一块是中间选民，他没有政党倾向的。所以这个跟总统的一个满意度，它一定有一段落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因为总统的那个满意度，他会跨党派，他也会跨中间选民。所以你们不会担心说，过去这种在地方型的选举上面，民进党执政党会比较不讨好。不是，你看这个是政党支持，这个跟县市长选举的得票其实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说像我过去在这个选基隆市长的时候，不管是第1次当选还是第2次连任，我都是过半啊。但是民进党在基隆的政党的支持度比这个还低啊。所以这个政党支持度跟县市长选举，它不完全画上等号。好，把它跳过。来看第3大党民众党，最近也是纷纷扰扰不断。那他们现在在1月11号的时候要决定上街，然后他们的主诉求呢，就是叫王义川出来定勾机。开玩笑，1月11定勾机。好，那他们认为这都是绿色威权，认为是政治办案。比较特别的是，朱立伦也力挺，所以是蓝白要一起针对绿色威权这件事情上街头。那对于民进党来说，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吊诡的事情。说实在有点难理解，也很难想象他们2个为什么会是这一题，然后结合在一起。因为柯文哲的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司法在进行当中。不过当初举报或者说去检举的，其实是国民党的议员啊。对。然后第2个是，这个也很奇怪。那朱立伦好像就挺林之妙嘛，好像挺林之妙。那国民党还有一堆以前都是贪腐洗钱的，对，一堆啊。自备。对，一堆。那表示朱立伦这些人他都不挺哦，那表示朱立伦都觉得这些人就是是应该的，是应该的啊，他只是挺林之妙，这也很怪，不公平。对，要挺就这个他应该要好好说，说清楚，说那个那他挺不挺这个什么李朝清？450年这个厉害，这个是状元。他挺不挺这个高虹安，他挺不挺这个新竹杨文科等等，他只是挺林之妙，这个可能朱立伦应该要跟党主席偏心，他应该要跟国民党内这个被起诉的这些人，要好好说清楚、讲明白。不过言归正传了，就是说，因为呢，民众党说，
看到柯文哲这样子的状况啊，他们其实有入党潮，而且这个最新的数字已经更新了，人家现在是8000人入党。然后再加上这是代理党主席黄国昌的首战，你们会不会担心说，到时候真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个在印象就是这个印象上面就会觉得哇，不满民进党的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多，对民进党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我想第一个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哈，我想我们不方便置评了哈。不过民众党的一个入党的一个方式，可能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对，好，他们可能我印象所及啦，他应该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网络的一个入党，对他们网络对都是网络入党，好，所以他不管是3000、8000，对这个数字，我想就尊重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可是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是说，这一定会是一场毛毛雨而已。但民众党也很不高兴，民众党说：“我告诉你，会是狂风暴雨。”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约束自己党籍的人？就是何必去讪笑别人？所以搞不好到时候真的很多人，8000人，馆长一绕狼100万人，何必说人家是毛毛雨？就是你们没有做党内的约束吗？这个我想这是个别立委对个别委员他们的一些想法啦。这个我想这个都不予评论。好的，这是柯文哲目前的案子啦。好，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要，你今天问好问满，对，要问好问满，时间超过也在所不惜。加班，主持人很少在加班的。你当过内政部长，最近有一个议题是。内政部查出有5个里长，他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所以这件事情内政部是有办法可以查的。那可不可以所有的民代都查一遍？我看到这个新闻哈，比较觉得奇怪的是，黄国昌委员在讲说，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清算斗争。对。说实在，他这样子的说法，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斟酌。第一个是，如果今天这个里长他真的有中国籍，那他就是违反了中华民国相关的一个法律，他当然就不能当这个里长。这个跟政治清算跟斗争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是觉得，不要什么事情都好像把它很膝盖式的一种反应，就把它说这个是民进党绿营的清算斗争，然后哇，这个是什么绿色威权，然后不问那个是非黑白，然后也不去做理性的一个思考。那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啦。可是大家还是应该要就事论事。如果他不对，如果他违法了，那内政部依照相关的一个法律来处理，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内政部依法行政，这个其实也是在守护台湾的国家的体制，也是守护台湾的一个这个民主。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中华人民他是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然后来担任我们公职，我想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没有人会同意。当然，那可是我们这边查得出来吗？我们内政部这边可以从立委，然后这些议员查出来吗？我不是很清楚哈，现在内政部它的一个查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哈？不过他可以去查出有5位的里长哈有这样子的一个国籍，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支持主管机关他们依法来办。那可是现在啊，就是中国会用这种方式啊，来慢慢的看起来是渗透台湾内部。从八炯跟闽南郎的统战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边就是招揽台湾的年轻人过去啊，我就给你身份证，我不但给你身份证，我还帮你办贷款，给你房子、买车子。对。那这种方式其实。坦白说，还蛮吸引人的啊。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大家要小心哦。过去国民党在中国怎么失败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翻翻历史，就是分化跟渗透。他给你甜头，或者包括几十年前所谓的产业的西进，那他就是养套杀嘛。
对，那我们的民众如果贪图这个小利，然后这个去申请的相关的这个身份证，它其实会衍生其他很严重的问题。好，比如说你在国外，或者说你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就被引渡或者被抓回去，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哦，真的啊？你就是说，因为你是他的国民了。哦，那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能呼吁说要提防，要小心，不要去做这种事。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防治，或者是说我们清查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拿中国身份证。这个可能要再进一步了解哈，因为其实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好，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跟中国的这个户政系统去交叉比对或者去对接嘛。不过现在看起来内政部也许它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做这个。不过你刚刚在提到啦，那个因为所谓的这个网红，他有提到10万、20万。对啊，好可怕。那到底是多少？我个人我不是很清楚。好，不过至少现在有5个。那有5个查出来的话，那就依法赶快来办。而且因为他们是做这个明代基层，现在看起来比较这最近这几天媒体也有报道，比如说像犯罪，他是在台湾犯了罪，然后跑到中国去，对不对？然后他当那个中间人，好。那隐匿他的一个身份嘛，对，好，因为他是被台湾通缉的通缉犯嘛，林金城那个，对，被通缉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这个透过他在台湾的一些人脉或者关系等等，来引诱不晓得的，其实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诈骗的，你知道吗？诈骗行为，骗你去申请中国的一个身份证，对，那这个真的是会影响到大家的权益，还有甚至是包括人身的一个安全。对，人身安全其实是最应该要担心的。好啦，时间差不多到，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哦，不要跑。你最近比较常跑新北，都传说你可能要选新北。我全台湾都跑啊。但新北密度稍高，是不是？新北离台北很近，比较近。我台北也很多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你会投入新北党内初选吗？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刚刚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有包括在国会里面的这些问题。对民进党来说，现在真的不是去谈选举的好时间点。可是明年就要选嘞。明年其实是明年年底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现在国会的乱象，还有你刚刚在提到宪政上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应该好好的去解决它，而不是现在民进党去谈选举，我相信会让支持者其实会失望的。国会已经乱了呢，你搁一天到晚他们要选选举，可是有一天到晚在选这个在搞选举。但是有一些县市的跑得蛮勤的，看起来就是已经在动作了。我想。当然，包括支持者，或者是说包括这个部分有意愿的我们的党公职我想那个个人的部分我想我们尊重。但是从整个民进党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应刚刚在讲的，现在在国家所碰到最危急、最需要赶快去解决的宪政的这个问题还有包括在国会里面的这个争端。这个从政党的角度来讲，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也是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课题。好啦，坚不肯露口风哈，但是你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动作的话，都逃不过主持人的法眼。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右昌来到现场。好，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一起关心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这些课题。这些台湾的民主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对，这真的都是大事情。是好，谢谢，非常谢谢你的收看，下次见，拜拜。拜拜。